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今天是新春大年初一，台北好天气。不过过年期间我是不出游的，就待在家里休息。我现在来到我家附近的玉成公园散散步，就在这边跟大家拜个年。本来我是没有想到要发新春贺岁片，因为我觉得都是一些客套的祝语，老生常谈，讲起来没什么意思。不过昨天我女儿分享她朋友 Alan 的贺岁短片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她说蛇年祝大家 successful。昨天晚上除夕夜，跟我老婆、女儿、儿子打牌的时候，我每一次听牌要摸牌的时候，我都喊出 successful。结果昨天晚上3次自摸，大获全胜。摸了蛇就是 successful。刚刚开花2花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句祝贺词能够为我带来好运，就转贺给大家，祝大家新的一年蛇年 successful。虽然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可能假期即将结束，要开工开始上班上学了不过没有关系，新的一年祝大家 successful。那我今天在玉成公园就做一个小小的开讲，来谈一谈历史古碑被篡改的一个案例。不过这个案例是发生在日本时代，一块大清帝国时代道光18年的古碑被篡改成西历1838年。这件事情发生在2004年，那一年我造访万里昭陵宫的时候，发现庙前有一块古碑，上面竟然刻着西历1838年，当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道光18年的古碑会刻上1838年？所以我认为是被篡改了。我就询问了一下庙方的总干事，结果他说确实是被篡改了。那我也把这件事情写在我的笔记。那不料5年之后，那就有人来跟我争论此事。我猜测是庙方后来的管理人员。那他在我的留言区里面留言强调，他们经过考证，证实这一块古碑当时立碑的时候就是刻着西历1838年。他认为是那位年轻的总干事不晓得事情的缘由，所以误导了我。那他提出了很多理由跟我在留言区打笔仗，当然一一被我反驳。后来我也将这段讨论写成一篇文章《万里昭陵宫1838年西历古碑解谜》，来详述整个过程。我所提出的理由，我就不再一一在这边赘述。我将这篇文章的网址连结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。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按连结过去浏览看看。这件事情当时当然没有引起很大的一个讨论风波，因为事实非常的明显，我是对的，对方是错的。但是如果是经过1000年之后来看这件事情的话，那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了。这块古碑如果是在1000年之后才出土，可能会变成是台湾史学界轰动的一件大事情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经过1000年之后，那个时代的完全没有人会实际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所以很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了解是必须透过史料才能够得知的。那如果经过1000年的一些战乱或是动荡，很多史料都已经遗失。那时候在万里又不小心挖到这块石碑的时候，那么对台湾的史学界会是很大的震撼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可能普遍大家会认定说，大清帝国时代台湾近代化的开始，就是从1860年代，大概是同治年间，台湾对外通商之后才开始西化。没有想到这一块古碑的出土，就推翻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认定。因为在1830年代，大清帝国台湾府淡水厅的万里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当时庙宇的古碑就已经出现西历1838年这样的一个刻字，那就表示说，当时的台湾即使在很偏僻的地方，一般的老百姓都已经是熟悉西洋事物，而且开始使用西历这样的记载了。所以
台湾的近代化过程应该最早可以推进到1830年代，甚至更早以前。只可惜经过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上乱动荡，所以只有这一块古碑很幸运的保存下来，然后现在又被我们挖掘到，所以这块我们这个时代看是魏碑，1000年之后变成是国宝级的古碑了。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，对一个史料的篡改，也许你现在看起来是一件小事，但是它可能会对后人造成一个多大的一个误导跟误解呢？那为什么我说这块古碑是在日本时代被人篡改呢？那理由也很简单，第一，我相信庙方也没有说谎，他们确实在修庙的时候，那在整地的时候挖出这块古碑，上面就是刻着1838年，那他们只是把古碑清理干净以后，重新立在庙城前面。那大清帝国时代道光年间，当然不可能采用西历，所以当然一定是日本时代做的这样的一个篡改。因为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，脱亚入欧，就开始采用西历，所以我们现在过新年是过农历年，那日本就是过新历年，就是从明治维新之后开始的。所以台湾是在日本时代才引入西历这样的观念。那古碑被篡改，当然是在日本时代。不过当然这里我还是有疑惑，因为如果日本时代改用西历，那为什么除了万里昭灵宫之外，我在台湾各地的庙宇参观过很多日本时代重建或者重修的一些庙宇，上面都从来没有使用西历，而我们常看到的就是明治、大正、昭和某某年重修，所以我也非常的不解，为什么万里昭灵宫的古碑会成为特例？为什么在日本时代会有人把这一块道光18年的古碑去把它改刻成西历1838年呢？那一直到我最近的旅行，我才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例子，那就是在台中市丰原区莲子坑口的后山脚福德祠，有一块古碑，福德祠重修落成纪念碑，上面就是刻着西元1932年，那我才恍然大悟，所以我也可以推测，万里昭灵宫的古碑被改成西历1838年，大概就是在日本昭和时期1930年代。不过莲子坑口后山脚福德祠那个古碑上面的1932年是货真价实的，是原来就是刻这样子的。那万里昭灵宫的道光古碑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被刻上1838年呢？那我在造访莲子坑口福德祠的那一支影片里面就有提供的线索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思索看看。从万里昭灵宫这个例子，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，500年后、1000年以后的史学家会是非常的辛苦，因为经过那么多年的岁月之后，他们想了解这个时代，就必须透过史料，而我们这个时代却是一个 AI 科技非常发达，那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史观去制造或是作假，发布一些假的史料、假的新闻，或是把一些照片经过合成、伪造，然后散布出去。所以500年之后、1000年之后的史学家，他们很困扰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在这么多的史料当中，这么多的大众所写的这些、所发表的这些，不管是部落格、YouTube 影片、IG、脸书，这么多的资讯里面，首先就在区别出哪一些人是在说谎，那哪一些是造假的资料，哪一些才是真实可以采信的资料。那我今天最后要借由万里昭灵碑古碑被篡改这件事情，就是要向有一些还不明白的人澄清一件事情，就是史料跟史观这是不同的。你可以不认同别人的史观，你可以批评别人的史观，但是你不能因为你认为自己的史观具有正当性，那你就可以去篡改史料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造成的后果就是
我刚刚提到的万里昭陵宫的古碑，在1000年之后可能会引发这样的一个困扰跟问题。那我今天简短的 Tony 在玉成公园开讲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祝大家蛇年 successful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多了，蛇就是successful。刚刚开花2花，所以我们继续再打是不是？什么？我们就要多打是不是？要继续演了。670。现在几点了？快12点了。